荷兰今天就是干了这件事，他搬了这个石头下来呢，不但砸了他自己的脚，他连整个欧洲的车企全部都砸到了。所以欧洲的许多国家对荷兰做这种蠢事已经强烈的不满。德国的总理公开表达过说你讨好美国就算了，你干嘛把我德国拖下水？荷兰配合美国的政策对安氏的接管，所以最奇妙就在这里，你今天把人家的股权从100%降到1%，请问一下荷兰，你要不要把钱还一下？268亿你给人家拿走，然后你现在跟人家说你只剩1%咯，所以你当然就会导致到中国大陆的全面反击。倒霉就是欧洲的车厂因为欧洲车厂长期以来就是依赖了安氏所生产的车用的基础晶片，现在这个一断货，接下来呢，欧洲的几大车厂，他们可能在出货上都会有造成很大的问题。中核晶片的这一场经营权的争夺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到荷兰这一回是否夺权，而且踩了红线呢？中国这一次也做了一个反击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那么西川会前夕的谈判桌，接下来可以看到火药味已经十足先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就是荷兰9月份突袭式的袭击，并且取得了安氏。那么这时候中国强硬的做了在晶片出口上面的封锁反击，到底荷兰这一场夺权是保住自己的国安，还是直接掠夺中国的技术呢？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等一下做解读。第二件事情，安氏之争会不会登上在这一次，也就是明天的西川会上面的谈判桌呢？川普真的会为盟友出头吗？还是他会反手把荷兰当作自己的筹码，一手谈一手打呢？第三件事情，欧洲车厂现在可担心了，因为没有晶片产线全面停摆，恐慌情绪蔓延，晶片战会不会扩张成全球供应链的浩劫？下一个中枪的不会只是欧盟而已，会不会还包括美国自己呢？今天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这一场中核的安氏之争，我们看到全面开打外媒揭露了一个真相，本来荷兰不是说吗？当时他9月份去接管安氏，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他认为安氏管理不善，而且还有国安的疑虑。但是现在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他说真正的导火线是荷兰他们看不下去，是中国制造踩到了欧洲的痛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安氏的前执行长张学正计划砍掉40%欧洲的人力，并且要关闭德国慕尼黑的研发中心，甚至把英国曼彻斯特厂的这个设计机密跟设备设定，他希望能够全部转回中国厂，引发了欧洲的恐慌。于是荷兰当时就动用了冷战时期的物资可用法，用国安的理由来强制接管了安氏，也逼退了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安氏的高层。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委员了，荷兰这一招接管安氏是真的国安议题，还是假掠夺战？委员怎么看？很显然的，荷兰是假借国安之名实行掠夺之实那么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在国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从美国到国际社会其实有一个不变的脉络。这个脉络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小弟们常常做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有的时候砸到自己脚就算了，还连朋友的脚也砸了那么砸了朋友的脚就算了，有的时候搬的石头太大了，旁边一堆愚蠢的幕僚就跟着一起搬，然后搬一个更大的石头去砸自己的脚。荷兰今天就是干了这件事，他搬了这个石头下来呢，不但砸了他自己的脚，他连整个欧洲的车企的脚全部都砸到了。所以欧洲的许多国家对荷兰做这种蠢事已经强烈的不满了。对，包含德国的这个总理，他也在这个公开表达过说你要讨好美国就算了，你干嘛把我德国拖下水呢？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安氏这个事情事实上是这样，荷兰在今年的9月30号，他动用了商品控制法，把安氏强制的接收了，把原本文泰科技的股权从100%降到只有1%嘛那么其实在他宣布之前是9月29号，美国的工业安全局就已经宣布针对实体清单的出口限制要扩大文泰科技本来就在美国的这个实体清单之上，可它现在扩大成什么呢？就是你这些科技转投资只要超过50%的，都要一并出口管制。对，所以呢，这等于是美国再一次的用长臂管辖然后荷兰呢，一方面是自己有危机感，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要讨好美国，配合美国的政策，然后就开始启动了对安氏的接管的动作。但是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什么？安氏当时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的文泰结合？其实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这样。他希望把晶片的设计跟高阶制造留在欧洲，把封装跟测试我送到中国，然后呢，借这样的一个模式打造欧洲自己的这个像车用晶片这些基础晶片的生产线。可是呢，
这个没有想到的问题是啊，他自己在生产的过程中，你既然文泰科技掌握了你的安氏半导体100%，我要讲100%的股权哦，这是在多少？2017年的时候。安氏用268亿人民币卖给了文泰科技，文泰科技花了268亿买一家公司，买下来之后，难道他不需要经营这家公司吗？这家公司如果绩效不好，你难道不需要做裁员？你难道不需要做所谓的 relocation 吗？这任何一个经营公司的人都知道的。当你面临到这个人力成本过高，或者是技术有缺乏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一定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技术素质更好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而且讲得更直白一点，这家公司就已经人家买下来了，到底干你什么事啊？你既然敢卖给他的时候，就全部都卖给他了。我第一次还听到说，卖了一家公司之后，你还不能动这家公司的厂哦，你不能关这个厂，你不能把这个设备移走，你不能把这些技术拿走。这些技术难道不是登记在当时那268亿的资产里吗？否则人家花268亿买你什么？买你一个安氏的名字吗？所以最奇妙就在这里了。你今天把人家的股权从100%降到1%。那我要请问一下荷兰，你要不要把钱还一下呢？啊，那268亿你给人家拿走嘞，然后你现在跟人家说你只剩1%咯，所以你当然就会导致到中国大陆的全面反击嘛。全面反击倒霉的是谁？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啊，因为欧洲的车厂长期以来就是依赖了安氏所生产的车用的这个基础晶片，现在这个一断货，接下来呢，欧洲的几大车厂像 BMW、像 Benz， 他们可能在出货上都会有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对，就如委员所带我们看到的，所以现在其实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因为中国大陆当然早就已经祭出反制了，针对荷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看到原本的这个安氏它的运作模式就是确实是在欧洲做研发，然后如委员帮我们提到的，中国完成制造，那大概70%啊，封装测试等等都是在大陆做的。那大陆做完之后再出口到欧洲国家，但是等于说大陆现在把它一刀砍断了。那目前为止，其实截至目前，过去一直运作的方式就是说，主要的这些前段都会在英国、荷兰跟德国这些地方来做研发等等，那总部会设在荷兰，然后后段的部分则是在亚洲进行，不管是在中国或在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等等。但是大陆现在等于是把这一切后段都卡死，让它无法出口到欧洲国家去这些晶片，那么影响的就是确实欧洲的车厂之外，还有日韩的车厂。欧洲的车厂现在福斯已经出来说了，晶片库存啊，我们只能再撑下3周而且宝马跟宾士的产线现在也都陷入在瘫痪之中了。另外，他们还要担心的是，现在中国市场根据欧洲的说法，冒出了一堆是安氏相容的零件供应商，但是欧美厂商仍然是不敢买的，原因是安氏已经警告了中国厂的产品我们不会给你保固，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些零件坏了也不会有人帮你做处理跟维修等等。现在的关键要来看了，西川会有没有可能安氏这个议题上谈判桌来化解中核的危机？卞老师怎么看？这个我先强调一下哈，这个荷兰干了一件蠢事啊，但这个蠢事的话呢是有连锁效应的。所以我这边得到的题目是说，这个北京封锁这个出口，这个生产这个封装的地方是在东莞啊。那么这里头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北京是叫做杀鸡儆猴了啊，因为荷兰呢自己以为啊，替美国当小老弟啊，这个谁喊的就是先敢对对方的老大开枪啊。荷兰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美国很高兴啊，什么关税的问题。但实际上的话呢，荷兰有一个想法错误了。第一个错误的话呢，就是呢，他把这个1000多奈米的芯片当成稀土来搞啊，这个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是非常，就因为它生产了非常多嘛，上千亿片啊，封装的上千亿片，他把它搞的，他以为这个是独一无二，他就搞了这个方法，搞了一个什么暂时的法律，1953年的什么的就勉强，美国也不高兴，那大陆的话一看以后，9月30号登了，4天后10月4号，大陆马上讲不准东莞封装的任何一个安氏的芯片出口啊。那么这个要大家了解，这个荷兰就是搞不清楚这个状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荷兰呢说谎啊，官员呢为什么官员呢出来说谎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倒戈了，那个马上下台的那个部长啊，就在那边讲啊，这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的讲法来做，想要混过这段时间。可是底下要接上去的人会是个大麻烦的，中荷之间大麻烦，就不让他搞。那大陆基于要杀鸡儆猴，什么杀什么鸡，要惊什么猴呢？就说很多美国的小弟想要耍荷兰这一套啊，就现在非常严重。这基本上的话呢，因为你当初要的钱啊，加起来是280几亿，当时购的价格，整个航母起来，航母让它超过300亿的人民币啊，人家买你什么？人家是最主要，原来是说你总公司啊，
因为大陆在买东西，就像是那个吉利买了那个 Volvo 一样啊，那个总公司都放在斯托哥尔摩啊，是造成一种感觉上是个洋公司好看，当初是这样子构想的。那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荷兰的总公司还真的摆起谱来，想要当真的一样，那根本就理都没有理你，你75%以上的芯片都是在东莞做的，他根本就不让你出口，不让出口，你下就断供了，断供以后就没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荷兰当初的条件就是你把那个张学正那个 CEO 给我换掉啊，那个文泰当中的话，大陆要了解啊，只要中国的企业受到欺负，那政府一定会出手啊，那不准出口，那就政府出手啊，对不对？你逼到最后的关头，现在这里头的话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现在荷兰搞这事情，对不对？一巴掌耍掉你半个脸了啊！从此以后看你还敢不敢动？现在好了，同意了，认怂了，啊，安置出口啊。用人民币计价啊，然后维持这个现在基本上能够出芯片啊，但是这个安氏的中国厂已经完全跟荷兰断掉了，我们自己干就不要你了，是啊，你这个搞的方法，因为荷兰本身人家说偷鸡不着18米啊，现在是偷鸡不着的话呢，连自己所有的工具都不见了啊，以后再也没有工具了，所以就这个麻烦。好，那干哥呢？干哥又怎么看？其实我跟你讲哈，那荷兰为什么会搞这个飞机啊？我们真的。你援引了1952年冷战时期的商品供应法，对不对？你认为有国安疑虑，我一直在思考，它主要出口的是汽车晶片，它跟国安有很大的关系吗？这可能就是我比较不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飞机的高阶晶片，或是飞弹的高阶晶片。如果它是这些，就是说这些科技产品的话，那你当然安视它有很大的国安疑虑。它如果不是那么先进的晶片的话，那为什么政府会发动这样的制裁？就等于是说，我现在就开始监管你这家公司了。可是问题是，它现在所影响的都是宾士啊、BMW 啊、福斯啊。福斯的库存晶片只剩下3个礼拜了。他说：“我跟你讲，只剩下3个礼拜。3个礼拜一到，我是一部车我也做不出来。那政府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帮我们？就算福斯是德国车。”现在德国自己本身的沃尔夫斯堡，他说我们已经快做不出来了啦。而且我们沃尔夫斯堡就是做国民车，什么国民车叫高尔夫是什么？大众汽车生产的。那在那个欧洲销售的非常好，为什么？它是主流，它是欧洲人主要拿来代步用的大众的一个品牌。那所以这部车是销售的非常好。现在你像东莞的这个安氏的厂，他们现在封测，我跟你讲，他们那80%的货都是从东莞的厂出去的，现在完全不能出去，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到底会不会影响美国？好，我们现在这样来讲好了，三大封测厂是在哪里？你看意法半导体在哪里？在深圳的福田，英飞凌在马来西亚，那安森美是在菲律宾，那为什么？都在海外，大家想一个问题，简单嘛，成本便宜，就是说人工低嘛，人工低他们才会设在海外。就大家看到我们那个图上面，为什么会分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啊，还有那个深圳，就是因为它的人工，因为什么知道？欧洲完全没有封测厂啊，它只有什么？它只有晶圆厂。那封测这种事情是最后端、最尾端，但是需要很多人力，所以交给了成本比较低的亚洲厂，这样子连成一体的话，你的企业才有利可图嘛。所以是这样。结果现在你现在踩到自己的脚了。荷兰政府，你现在这个厂在东莞，它现在不出货，造成了在欧洲本土的前3大车厂BMW、Benz 还有福斯都没有办法出货。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很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那你荷兰现在怎么办呢？你要像那个委员讲的，把那个股权再还给安氏吗？我告诉你，中国大陆没有这么容易低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私底下，荷兰政府一定要跟北京好好的谈。不然汽车产业马上就面临很寒冷的冬天了。中美之间的晶片战，首先我们今天会先来关心的是中国在7奈米上面的突破，能否不靠 EUV 也不靠荷兰的技术呢？等一下会做关心。另外一件事情，等一下持续来关心是中荷之间的安氏半导体的经营权之争，现在烧到整个供应链，不只是欧洲车企、日企，还有韩国的这些车企受到影响，包括了现在已经烧到全球供应链，像是在航空领域。
等等，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关注。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北京大学攻破的显影光刻技术7奈米突围成功，代表大陆不用靠 EUV 了吗？就能够撕开美国的封锁线吗？第二件事情是荷兰硬夺下的安氏半导体，但是中国大陆反手断欧洲国家的供应，从车厂一路烧到航空领域，甚至是机械，有一些领域甚至1周内恐怕就会全面停摆了。这对于欧洲来说，到底压力有多大？荷兰还撑得下去吗？尤其在这个时候，荷兰总理急着撇清说，其实呢，我们接管安氏半导体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的，我们只是因为认为呢，他们的执行长这个安氏的执行长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祭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惩罚。到底是公司治理有问题，还是因为美国压力，所以他们得持续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川习会能够救得了这一场安氏半导体的危机吗？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刚刚讲了，中国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技术，确实震撼全球，因为这个又上了《自然》杂志，就是北京大学这一回联手产业研发出的这个是新型的显影光刻技术，只溶解光刻胶曝光区域，就能够精准将这个转移的电路图案到细片上面，正式跨入7奈米，甚至是更先进的制程。这是怎么样的技术就能够突破美国的晶片封锁战吗？委员怎么看？这个报道可能跟事实不太符合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在做半导体晶圆呢，第一个在晶圆上先要涂胶，涂的就是光刻胶。然后再来要做什么？要曝光，就是光刻机的曝光扫描。那第3个就是把它丢到显影液里面去显影，然后显影就会去掉了光刻胶不需要的部分。那最后呢，再数刻，把它在上面去刻出线路来，大概经过几个手续，每一道手续都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良率，然后每一道手续累积下来，就整个产品的不良率就构成你在半导体制造的成败。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并跟光刻机无关，这个是跟显影有关，所以它名字叫做光刻显影，因为它用一个特殊的技术去发现到说，原来光刻机做曝光完了以后，在显影的过程里面，因为光刻胶会有残留，原来假设说光刻胶会平均散在显影液里面，它都不是。会在特殊状况的时候，它那个光刻胶的胶分子会乱粘，就造成你图案本身线路图本身产生缺陷。所以用它所提供的方法，在7奈米的制程里面，可以把这个显影过程里面的光刻胶的残留造成的不良率下降99%。那这个当然是一个提升良率的一个方法。对然后再送去数科的话，会做出更好的。有良成品但这个不要把它看成是光刻机，跟前面的制程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个对于全世界制造7奈米的一些半导体厂，那可能都要花钱跟他买这方面的专利技术了不管台湾的台积电或美国的有一个买，但这个是等于是中国大陆在这个做这种半导体上面一个技术上的进步，因为它本来它的曝光用的光刻机技术就没有很到位。那如果说不良率蛮高的话，可以在这个显影的过程里面降低它的不良率，来去之间相互补偿，就可能会使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制造更往前进一步。是好，这个技术可以提升中国大陆在晶片上面的良率是大幅的提升。那另外一方面，同样也是晶片战，我们要持续来关心的是中荷之间针对安氏半导体的这个经营权之争中国在荷兰强制接管了安氏半导体之后，大家知道吗？中国厂是立刻断供晶片出口到欧洲国家。那首先是车厂的部分，受到了很严重的重击，不管是欧洲、日本或者是南韩的车厂。那我们大概看到这几个品牌，福斯 B&W 到 Benz， 甚至是南韩的这一些现代、起亚、大众，更是直接被迫停产现在其实呢，来自于德国的媒体，他们非常的忧心做了一个报道。他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断供是2021年疫情之后的第2次的断供的危机，而且这一次恐怕在1周就会做全面的爆发了。德国商报现在更担心的事情是，不只是车厂受到影响，包括了航空业跟医疗、国防
在欧洲都会全面的引爆，尤其是供应链的公司，我们要来看到它怎么做分析。他说，光是欧洲的航空跟国防企业全部都是用安氏的晶片，机械工程领域高达95%，医疗领域更是高达了86%，代表说这3个重要的产业，刚刚提到的汽车、航空到机械，1周内恐怕面临停摆问题吗？杨老师怎么看？已经停摆1个厂了。大众汽车在德国专门做德国最畅销的就是高尔夫，那个 Golf 小车子，在这个礼拜已经停产，就停工了。那接下来大概平均可能20天，因为它有一些库存。那最快的话呢，就是大概如果它做调整，2个月之内就完全没有，所以可能就是20天之后陆续，不只是大众啊，你说 BMW、宾士啊。日本啊、韩国的这些汽车厂，在欧洲的汽车厂大概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安氏半导体主要是提供给他们了，然后安氏半导体里面70%的封装其实就是在中国大陆，然后有多少每年800亿颗，800亿颗半导体，然后每一个汽车里面，如果是燃油车至少用500颗，如果是电动车用到1000颗。如果是智慧型的这个车辆，可能用到2000到5000颗一台车子，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些车子里面它需要用到这么多，而它绝大部分都是依照安氏半导体。好，那现在你说这个就是美国对它的制裁，然后到了9月份的时候就延伸制裁你海外的子公司，如果超过50%的股份也会在制裁的范围之内。那德国就荷兰就出手了，对，那真的是很糟糕。他不知道这个冲击会这么大，对，他出手之后呢，中国就反制，在中国的70%的封装不准出口。那这个时候，所有的用安氏半导体的这个各个国家的汽车厂，尤其在欧洲的，就会碰到停产。那 Golf 已经就是停工了。来不及在就是别的地方来补呢？这个来不及，因为这个量太大。那另外再做一个封装厂，那绝对这个缓不济急。而且要经过很多的这个验证，所以现在就变成一个你必须要立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在看接下来川习会去怎么处理。因为问题还是出在美国啦。对。所以如果美国这边放手的话，那当然荷兰这边就会停下来。就跟孟晚舟事件一模一样。那甚至我们在讲，它比孟晚舟更夸张的是，它有点像是把就是中国在荷兰的安氏半导体把它给国有化，就让我想到50年代的时候，那个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当时埃及还是说得过去啊，本来就是在这个埃及的领土范围里面，但是你这个东西是被人家几百亿，当初超过300亿美元把它买下来的一个，那做一个不是太先进，但是大家都需要的，那你就看所有的这些德国的晶圆制造厂在法国有叫法意。还有呢，就德国的英飞凌，还有一个叫做安森美，他们其实都把制造厂这种就是说成熟智能制造厂放在欧洲，但是呢，封装厂通通都放在亚洲，像是这个英飞凌是放在马来西亚，然后呢，安森美是放在菲律宾，那意法半导体的封装厂就在深圳，是，那安氏呢也是在，因为它本来就跟文泰是做一个就是这个结合的关系，所以你现在。我觉得问题要回到最关键，就是还是要在美国。对，美国这里自己要放手。你这种所谓的这种长臂管辖你要有所节制，否则中国就会回敬你稀土啦。我觉得这一定已经是谈好的。是，这贝森特子还讲出来而已。是，好，我们就看看它后面的发展。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关注的就是习川会有没有可能透过政治外交的智慧来化解这一场在产业经济上面安氏半导体的危机。那其实在这个危机还没有解除之前，确实现在不管是荷兰的经济大臣或者是这个欧盟的官员都非常的紧张，他们一直不断的打电话给中国。那接电话的人呢是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那他们谈什么呢？就说是不是能够帮忙解决一下安氏半导体的危机之外，还恳求是不是放宽
这个稀土的出口，这是2件不一样的事情。那欧洲内部现在也都在反咬荷兰啊，认为说啊，你们这样子造成我们很多的困扰。他说荷兰你们就是挑起火线的人。那荷兰的总理他也在这个时候说，他在布鲁塞尔参加欧盟的峰会，告诉媒体说，这一次呢，安氏半导体的核心事件是执行长管理不当，我们不是针对中国的一个措施，突然间改口了，就说是执行长的问题。舰长您如何看？首先你要知道，像这次荷兰，不管你做什么，你的动机我不管，你是不是美国给你压力，是不是你基于国家的这个管理什么的，这我都不管。我们要看的是结果，结果是什么？结果你们对安氏这样子，那北京不会容忍这个事情的，因为现在各国都应该去想一件事情，连美国这么强大的国家，川普这么强势的一个总统，那么不讲道理的总统，北京都完全不理他。那你其余你能够让中国怎么样？荷兰啦、日本啦、韩国啦都不可能的。所以当你们要采取一些对中国的措施的时候，记住那个后果你要去承担的。其实中国现在所有做的事情大概都是这样。那第二个我预测一下就是这一次的川习会一定胜利成功。为什么？如果不成功，11月1号要征100%的关税，那是不得了的事。从上一次这个川普说要征100你知道当天那个加密货币的那个。有16万户被平仓，所谓平仓就是融资断头，当场损失了190亿美金，这是被断头的平仓整个加密货币的那个损失是9000亿美金，就因为那个100%的关税，然后第二天说可能是11月1号，不是那么快，还不一定，哇，立刻又涨回去，昨天才传出说我们这一次可能100%关税不会这个限稀土你知道今天股市涨多少？你们应该都知道，涨了461点，大涨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对全世界的经济影响有多大。中美如果打起来，那是一个世界经济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双方的当事人都知道，我们不能够让它崩掉。那谁敢让它崩掉？所以他们会极尽一切的能力，让它有一点成就。而以川普的这种作为，就只要有一点成就，他经过了过度的包装，我们这次是非常成功的，所以11月1号绝对不会征100。中美晶片战开打之后，现在也加入了欧洲的角色，现在帮着美国一起来对抗大陆吗？晶片战现在全球全面开打，我们要来关心的是，荷兰这一回是沦为美国的傀儡吗？因为他正式的宣布要接管大陆的安氏这一家半导体公司，挑战北京的底线。大陆作为反制，他就决定稀土来卡荷兰，是否最后是卡在艾斯摩尔的身上呢？川习会的前夕有非常多的议题，赶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首先，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第一件事情，荷兰说他现在要接管大陆的安氏那欧洲现在可以说，我们直接解读，他就是站队美国队了吗？中美科技战确实从中美烧进了欧洲国家，艾斯摩尔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张记品牌呢？因为大陆不再提供稀土了。好，第二件事情是中国确实针对荷兰也有所反制了，祭出了2招，第一招就是直接让这个安氏它在中国大陆的厂商呢是直接限制它的这个半导体的出口，另外也用稀土来卡喉，直接导致的欧美的车厂不管是福斯、B&W 或宾士，他们现在都非常的紧张，恐怕会有断链的危机了。这是第2点。第3点，川习会前夕，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川普在打晶片战之外，还把台湾给拉入了。他说台湾是中国眼中的苹果，台湾会不会接下来也成为川普这一场关税战的重要筹码呢？好，我们来赶快关心的是最新消息，荷兰政府在9月底是正式的呢，说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强制的直接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旗下的这个安氏半导体。今天就是要来关心这一间公司并且冻结了安氏半导体旗下全球30个的实体资产，并暂时暂停中国籍的执行长的职务。中国大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愤怒直接回击，他说痛批你荷兰政府现在直接是把经济给政治化了吧。警告你这样子做，其实直接会影响的就是全球的供应链。那荷兰怎么说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是不是在美国在背后搞鬼，在背后施压荷兰？结果荷兰是站出来否认，但是他说是没有受到美国的施压的。但是来自于大陆南华早报的最新揭露，他说美国曾经以不列入实体清单为交换条件，要求荷兰去撤换中方的高层。所以这有没有美国的介入呢？仍然是打上一个大
大问号的。我们来看安氏怎么发布他的公开信给中国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荷兰搞这一套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搞自己的独立，允许员工拒绝含这个拒绝荷兰总公司在内的外部工作的任何的指令。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说了，你欧洲的动作接下来只会搞垮全球的供应链而已。而中国反制荷兰有2大重拳，首先我们来看到它有这个限制令哦，也就是半导体的限制的出口管制令，针对安氏的东莞厂改采上4休3，也就是减少工时，也缩减出货全球汽车大厂。结果我们刚刚说了，这几家美欧的车厂直接就受到重击，不管是福斯、B&W 或者是宾士等等。另外，大陆还卡的是荷兰的稀土。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它针对14奈米以下的晶片用稀土开始做逐案审批了，是不是会掐住接下来艾斯摩尔需要用在它的 EUV 光刻机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因为艾斯摩尔现在根据了解哦，它所需要的这个稀土恐怕很快会断裂了，它现在库存顶多就只能再撑3个月而已了。荷兰这次出手是自主的这个欧洲自主防线吗？还是它是美国的科技战的傀儡呢？中美关系的经济战正式把荷兰也拉进来了吗？大师怎么看？对，其实它这个里面就是这个等于说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这个荷兰哈，它是追随美国啊，把任何的这些海外投资或者海外市场纳入所谓的安全审核的这个范畴里面。那荷兰事实上的话，大概差不多3年前就通过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啊，事实上就变成就是说任何的并购啊，所谓的并购或者投资案的安全审查法。那这个法它通过以后，它可以回溯，因为事实上当时安氏的母公司也是中国的文泰电子啊，它2019年的时候哈，它花了巨资把那个时候经营不善的这个一个哈，它这个也是一个欧洲的这个应该好像是易泰吧，就是说就是一个晶片公司啊，把它收购了，它收购所占的股权达到79%，是，那就等于说完全控制我这个公司。那把这个公司在差不多4、5年的营运下来，转亏为盈，然后呢，业务蒸日上。欧洲的很多大厂，这个福斯汽车、B&W、Vans 都是它的客户，他做的产品主要是车用晶片。那这个车用晶片，说实话，它没有一个晶片是100奈米以下的，都是100奈米、200奈米的，所以它没有什么高科技技术含量，说穿了，你有什么安全？对，说穿了就是说这个公司在你这个欧洲这个生产以后，帮你这个公司开始转亏为盈，那你就开始对这个公司你就觊觎了。那你当时你为什么不去把那个荷兰政府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当时在亏损中的那个荷兰公司安氏公司的钱是把它买下来呢？对，为什么赚了钱你就变成安全有顾虑？而且你高科技的话，你有安全顾虑。你这样子的这种很普通的科技，你有什么好顾虑的？是，所以这就是明白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野心，然后呢，借着安全之名，事实上的话，在这边掠夺别人的财产。那不过中国他们当时没搞清楚，这个安氏的这个欧洲厂的所有的产品，大部分要送到中国大陆去，怎么送回中国大陆进行封装？对，你的原产品你不封装是没有用的。对，中国大陆很简单，所有对安氏的这种输出全部停止，让你的安氏你就没有产品可卖了。那这一招就逼着荷兰现在好像昨天荷兰的经济部长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商务部长已经通电话了。那这个怎么会解决呢？我觉得就变成说除了政治还有商务的解决，因为现在 B&W 福斯公司也开始在抗议了，说你荷兰在搞什么鬼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荷兰这个民族就是太贪心了。然后这个强盗本性不改。好，来干哥又怎么看？大使讲的完全很正确，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就说安氏他做的这些，你知道他主要是什么？就说电动窗方向盘这些开关，这些科技你认为是也蛮高端的，对。但是它在真正的跟国防科技比的话，
它更不算不上什么。对100奈米以上的这种东西，然后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荷兰政府发现，你这可能跟中国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你被中国收买了，所以你跟中国有莫大的关系。这什么神逻辑？本来就是这样。我现在是中国帮你把这个公司收买，就是说收购之后，现在这一家公司它是专门做什么？它专门做电子控制元件的，车上的嘛。那现在已经转亏为盈，然后全球70%的供应都靠它。但是要从哪里出货呢？要从东莞的安氏的厂出货，再出货到欧洲去的，是这样的。总公司是远在荷兰这边，对不对？那你知道现在出现什么笑话吗？我讲给你听。在东莞的总公司现在出了个问题，货架上的货不能再摆上去了，要拿那个大纸箱包起来装起来。然后呢，因为后面的货一直做出来，然后那个有从温州坐了1000多公里那个高铁跑到东莞去，我在现场买可以吧？不行，现场不出货，为什么？你去问我们领导啊，不卖就是不卖，为什么？中国说好了，你现在制裁我在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总公司是。那全球的汽车工业通通不要拿到货了，啊，你这些，因为安氏它是全球的这个，就是说最终的汽车晶圆的封装厂，要从我们东莞的厂出去的，对，啊，有商人坐了1000多公里，然后到了现场，看到他们说奇怪，不是有货吗？卖给我们呢？不卖，不卖就是不卖，不管你是 BMW， 或者你是福斯，或者你是法拉利都要用这种。都要用他们的东西，现在不卖你就是不卖你，不卖你怎么办呢？东西积那么多，然后不卖，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啊。我们可以不卖吧，我们可以囤吧，然后就是不卖。然后呢，不行，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4000多人的工厂啊，你现在都不卖，工人还在生产啊，怎么办？哎，国家补贴，上4休3，上4天班休3天，扣你1/5的薪水。同不同意？一问，26万人，就是我刚才讲4000人，对不对？他们进行全省工商普查，26万人有17万人同意，接近2/3同意，就是说我愿意少拿1/5的薪水，我1个礼拜上4天班，然后3天要休假，因为这朝向美国的那种制度前进的。是，这是中国他在这个就是说巨变之下，他所想出来一个方法，而且这样。可以使他的那个真的失业率不要攀升那么高。中国有的是方法解决，所以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荷兰政府你真的太莽撞了，你没有把事情想清楚你就干了。结果你现在看看，抗议你的是你周遭的荷兰周遭的这些欧洲大车厂，你想想看，他们的影响力会输给你荷兰政府吗？这是商业啊，这是竞争啊，回到现实面来吧。对，这一次的晶片战，荷兰可以说几乎就是配合美国搞这一出哦。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最受伤的还是美欧自己的车厂。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除了这个荷兰配合美国之外，美国自己跟中国又持续的打这一场贸易战，而且现在台湾的晶片也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关键筹码吗？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是，川普他接受福斯新闻的最新专访，他也高调的宣称了说，对于这些晶片跟药品寄出高关税的供应链正在快速的回流到美国，他非常的得意哦。他还说呢，台湾的晶片业者已经为我们美国带来了高达20兆美元的经济奇迹。他说台湾是中国眼中的苹果，强调不认为北京会犯台，并且预告月底就会跟习近平来面谈台湾的议题了。就在此刻，我们来看到北京方面也做了一个回应。第一个回应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事，第二个回应，前美驻中国大使警告台湾是红线，是不可能让步的。舰长怎么看？台湾成为筹码了吗？首先我要说，这个川普讲的任何话都很夸大、天马行空的，什么带来20兆的奇迹，你仔细去听，多久时间带来？未来50年吗？还是明年呢？都随他讲，对吧？所以他讲这些东西什么这些苹果，真的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东西。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台湾真的要开始担心的，台湾被逼的走向了选边的陷阱，真的被逼的走向陷阱。第一个，你现在看我们台积电过去嘛，那个钱看得到，1个厂2个厂在加，
后来又说要50-50才能够免税，意思就是说，在美国生产的晶片跟在国外生产的晶片，台积电生产的要各占50%。你说台积电在外面这些国家大概有18个厂，在那里现在只有2个厂，那是不是还要继续投资啊？这是一个，那可能让人想到可能要加很多钱。第二个，最近萧美琴讲了一个话，让我吓一跳。他说整个台积电的生态链都要过去。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生态链。台积电这一家厂商在台湾它的底下的供应链的厂商有一个所谓叫1级供应链厂商，就是直接跟台积电签约，有400多家。然后还有一个2级供应链厂商，就是跟这400多家签约的，这样子支援这个台积电的有2000多家。如果萧美琴说这个整个供应链要过去，是不是底下相关的？我不敢说全部，对，可能要去很多。你只要去想，第一个，晶片要50%都要投入，生态链要过去。能不能政府告诉我们总共大概要投多少钱？当你这个钱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知道你不能倒那就是叫做一个叫做选边的陷阱，你不断的在加入，我不能走，我抽手，我这些东西就都没了。所以有一天他那里要是亏钱，我要再继续加下去，这就是把台湾逼到了这里。那为什么会逼到这样子？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抗中，一心一意抗中。因为你这样抗中，所以你的安全要靠谁？要靠美国。美国就用这个安全来逼你。其实把自己的安全交到别人的手上是最悲哀的事。其实政府的解方其实就是4个字：和中亲美就可以了。立刻可以把这个都解开。中荷之间的这个晶片战开打，那荷兰这个背后有没有美国势力的介入，这个都会持续做关心。荷兰这一次呢，针对中国大陆，他用的法律是用冷战时期的一个法律来夺下中国大陆它的安氏半导体厂那中国则是用断供来反击欧洲那么导致欧日他们的汽车产业恐怕有10天内就会面临停摆的问题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荷兰的最新动作，他因为在欧洲他这边已经正式的出手。彭博10月23号报道，荷兰政府突然间出手，就是直接暴力接管中国的文泰科技持股的这一家晶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那荷兰的代理经济部长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做这样子的接管，是因为基于国家安全所以他们援引的就是冷战时期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叫做1952年的物资可用法。”直接来接管，并且罢免掉了安氏半导体的这个中国籍的执行长，他是张学正。好，他并且也警告说，警告这些中国客户说，而且我们做了接管之后，还会不保证中国子公司的产品的品质就会是好的。安氏半导体现在是怎么做运转的？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主要是在欧洲这边做研发之后，就会送到中国厂这边去做这个晶片的封装。那根据了解，现在全球由中国工厂负责的全球70%的产品都是在中国厂这边来做封装的。一旦你的晶片在中国这边封装好之后，才会出口到欧洲国家去。那针对这一件荷兰的这个动作，北京立刻是祭出了反制措施。他怎么做呢？就是把中国厂跟荷兰的厂呢，它直接独立做一个经营，恢复的分公司的中国厂就直接只供中国自己的半导体做使用，也就是说不出口给欧洲国家做使用了，并且呢，所有的销售，所有的这个交易方式都是使用人民币来做结算的，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就是欧洲现在已经说了，主要的汽车的供应商跟零件商1周内就会面临到晶片断货的问题，而且10天到20天之内就会扩及到整个汽车产业。现在初步了解，包括了 Benz、BMW 或者是丰田等日系车厂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大众汽车也说呢，他们随时都会面临停产的问题。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说，荷兰的举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了。除了说这些欧洲车厂会受到影响，包括德国，他们拿不到这一些很重要的晶片，他们也会受到影响。那进一步，中国它还祭出了这个稀土的管制，也会重挫艾斯摩尔取得稀土制作它的 EUV 光刻机。节目一开始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安氏的中国厂号称只负责封装，为什么现在看起来中国先恢复供货，但是欧洲陷入在供应链的危机？这
这个经营权之争，到底谁会先撑不住？李将军，安氏半导体它其实它不是什么高科技的半导体了你甚至于它连成熟晶片28奈米都谈不上，它甚至于是2000奈米以上的做这种晶片。那主要是做这个汽车车用的晶片，每一辆汽车这可能要上千片，它这种晶片不管你去感测到，譬如说是自动驾驶或者是说感应到这个行车之间保持车距等等，都要用到这相关的晶片才可以。那安氏半导体本来是荷兰的一家公司，由于它经营不善，都已经快倒了。那文泰科技，中国文泰科技就入股把它买下来，在文泰科技的这种经营之下，它转亏为盈。那当然我买下来的话，这个CEO 执行长当然由我中国来派。但是没想到荷兰政府借着说国家安全，冷战的时候这个物资可用法是配合美国，讲明了就是配合美国，然后硬是说是将他的中国的股权只降到只有1%，另外99%为他国有，甚至于冻结中国在这个安氏半导体的所有的这种表决权等等都把你冻结了，等于说是讲明了就是荷兰政府把这个安氏半导体抢去了，跟个抢匪一样抢去。好，那你抢去以后，你知道就是这个安氏半导体这个招牌是挂在荷兰但是工厂是在中国东莞你研发是在荷兰，但是生产都在中国。那你既然这样子出手这么恶劣的抢夺我，那中国很简单嘛，我就是不准你出口嘛，因为工厂在我这边，我货就不准你出口。但是没想到这个荷兰政府也用了一招他说，那你既然不让我出口，我就不发给你薪水他认为不发薪水给中国的这些员工，他们就没有薪水。那中国没关系啊，那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自己来卖。那你不准我不会卖到你欧美这些国家去。我中国自己也有汽车产业中国也有很多的电动车，干嘛？我就供给中国的厂商，国内自己厂商来使用。我一样有钱可以收入，我一样有这个钱可以付给我东莞的这些员工，而且我卖给我自己中国的汽车产业来讲的话，它还可以说什么？就是用人民币来交易，就避开美元。所以我觉得这一场这个中荷之间这一场这个有关于安氏半导体的这种争论，最后的结局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最后荷兰必须要软下去，因为你事实上也没有意义嘛，你只是配合美国在做这个动作，做这个傻动作，等于自己在挥刀自宫，你知道吧？你是断了自己的生路。所以后续来讲，我觉得中国因为有足够硬的底气。所以在这场这个争夺大战之中，应该是中国占到上风，而且会获得最后的话语权，也获得最后的赢家。好，这个荷兰这次接管安氏半导体，有人外界看起来就像是好像荷兰就是直接用抢夺的方法。当然，荷兰是说，我们用的是有根据法律依据的就是冷战时期的这个法律来接管企业，并且开除中方的主管。他说这样子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到底有没有正当性？汉庭怎么看？还是政治接管？荷兰政府所用的所谓物资可用法是1952年冷战时期出来的，而且那是用在战争时期紧急状态、物资缺乏的状况那现在呢，它是用来接管了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当然是有问题，就如同大炮打蚊子，而且这大炮呢还是从博物馆里面临时拖出来的。所以首先他扣上了罪名，因为你治理缺陷，所以我要把你给接管。但是他一方面指控安氏半导体做得不好，目前也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公开证据，就好像一个裁判突然就闯进了球场，然后抢走一方的球，我怀疑你不会踢球，所以我自己下来踢，那他自己能踢多好呢？这也不知道，跟法治精神背道而驰。而且关键是选择性执法，因为安氏半导体被中资的这个文泰科技收购之后，它的营收和研发都是持续增长，也为荷兰贡献了可观的税收。所以如果荷兰这么做，当然没道理。所以背后还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嘛，它就是华盛顿的这个哈巴狗，种种迹象都表明了，它只是在配合美国的对华科技围堵。第一个呢，根据目前曝光的法庭文件，美国官员在2025年的6月明确要求荷兰撤换安氏半导体的 CEO 张学正，以此作为该公司不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的条件。所以这就表明了荷兰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它会被美国的长臂管辖所约束。那第二呢，温顺小绵羊因为连文泰科技的荷兰律师都指出，我经济部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跟着美国的温顺小绵羊，他自己都这样讲。
所以他放弃战略自主、甘为马前卒的行为，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当然是不明智的。那当然，这件事情呢，也再次印证了一个历史上的规律：核心技术买不来、求不来、也讨不来，最有力的回应就是坚定不移的走自主创新之路，将科技的饭碗牢牢的端在自己手中。那张将军又怎么看？那荷兰应该是也是面临在政治上面临美国的压力，他们好像也没办法。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到最后会采取妥协，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安氏半导体，它的最重要的是它生产的是在中国大陆，研发是在荷兰。但是在这一方面的话，那到最后我们知道生产是最重要的。那现在这欧洲的库存呢，大概就2个方法：第一个10天、20天结束了；第二个，他要去寻找替代市场。那替代市场能不能那么顺利找到替代市场，来拿到这些晶片？因为它这做的很简单嘛，一个是电晶体，另外一个是晶片，逻辑晶片。对，那就是2个啊。那赶快去找替代市场。如果能找到替代市场，这个呢还能够解燃眉之急。那如果找不，这只是一时燃眉之急。但是长远来看，还是要有稳定的供应源。那你还是要这个回到安氏半导体，大家来合作。那你现在真的要把它做撕破吗？而且我们知道，汽车制造业是欧洲非常大的一个制造商，所以这些晶片它一定需要这个，它量一定需求量非常大。你要找，就算是它要找到替代来源，但是也问题是相对有限，能够找到多少，能够替代多少比例，这是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要真正的荷兰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势必要找到一个折冲的方案，就是我认为是一个妥协的考量，替代市场只能解一时的问题，妥协的方案才能够赢得双赢。所以站在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目前最佳的方案还是走向妥协。好，杨老师呢？这个其实是在去年11月的时候，文泰科技就被美国的商务部制裁，但当时并没有制裁这个就是安氏半导体，因为这是在荷兰。属于文泰科技的子公司，虽然是100%的持有，那结果到了今年9月的时候呢，你就看到美国的商务部就把中国大陆被制裁的海外企业，如果拥有50%以上的股份，就要延伸制裁，这个东西就严重了。所以后来你就看到11月9号，中国大陆针对稀土就有一个0.1%的所谓的延伸管制，那这就针对美国的这个做法，那美国就想要找个案例来做了，就要求就对荷兰施压，针对这个安氏半导体。那安氏半导体其实它的影响的层面，你就大概会影响到一些出货的这个速度，你要找到替代并不是不容易。但是呢，它会影响到这个企业，文泰企业其实事实上是民工就是说各半的可是呢，它就好像是当初在1950年代，埃及把苏伊士运河给拿回来国有化，然后呢，英国就开始对埃及进行攻击，就叫做苏伊士运河事件，这不是很像吗？也就是自己这个，而且当时苏伊士运河本身虽然长久以来是英国、法国在经营，但是事实上老早已经在人家埃及的领土的范围之内。那现在是你经营不善，我进去把它买来，把它做好，而且对你的企业、对你的就业、对你的这个收入都有帮助。结果你把它就像一句话给拿回去，饼就被你抢走了。那但不幸的是，制造在我这边，封装在我这边，那我就自己做，然后影响到是其他欧洲的这些汽车的供应商是可以找到替代，但是呢会到达，就算问题解决，也会影响到这个文泰这个科技。那我是觉得他们就在等待什么？等待川习会，因为川习会现在尤其是费森特跟就是何立峰正在马来西亚要准备开会。这个所谓安氏半导体根本不是中国和荷兰的问题，是中国跟美国的问题。